这节课呢，我们要讲一个特别重要的类型。好，是与圆儿有关的最值问题，它一共有几大类型。我们先看第一种类型，是斜率相求最值。以这实数 xy 满足这个方程。什么叫实数 xy 满足这个方程呢？第一，我先把这个方程变化一下，我发现它符合了 x 方和 y 方的系数相同，没有 x 乘以 y 的这种项，那么很显然它有可能是圆儿，我就配个方 x 方减4x 加上一次项系数1半2的平方加个4加上 y 方。我这儿多加一个4，原来这是加1，我应该减3，把3移过去，所以呢，它就配成了 x 减2的平方加上 y 方等于3。显然它是个圆的方程，圆心是2逗0，半径是等于根号闪的，这是个圆的方程。那我们就画一下图吧。建立直角坐标系，这是1、2。圆心是2逗0，根号3是1.7，大概是这样一个圆儿啊。那么 xy 满足这个方程，这就说明 xy 确定的点，它就落在圆周上。xy 确定的点在圆周上。那么圆周上有无数个点，让我求的是圆周上的点，它的纵坐标和横坐标的比值，最大值和最小值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肯定不能用求值的方法去做，所以呢，我就把 y 比 x 变化一下，赋予它意义，赋予它几何意义。y 比 x 这么多点 ，y 最大的时候 x 呢 ？y 最大的时候 x 它不一定是最小，所以呢，最大除以最小才是它的最大值。所以它到底是哪一个点，我们只能赋予它几何意义。我把它变成 y 减0比上 x 减0。当我写到这儿的时候，同学们，你想到什么了？你是不是想到 y1减 y2 除以 x1减 x2？ 对了，它是斜率的意思。那它现在就有意义了，它的几何意义，它表示什么呀 ？P 我有一点 P， 坐标是 xy。它是圆上，它表示应该这么说比较好，它表示这个代数式表示圆上一点 P 坐标是 xy， 与谁连线的斜率呢？与坐标原点00所连直线连线的斜率，它就是斜率啊。坐标原点和圆上的点所连直线的斜率。那么要求这个比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，其实就是求斜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。所以我当然要经过坐标原点做圆的切线。做圆的切线，只有搭边的时候，你看我在这儿找一个点，它和原点连线，显然呢，它的倾斜角比较小，它的斜率就比较小。只有在这儿的时候，我感觉直线最陡峭，它的斜率是最大的。当然了，这个时候它的倾斜角已经是钝角了，斜率是负值了，所以它应该是最小的。好了。接下来呢，我就开始，既然你是斜率，那我就令 k 等于它。穿过原点的直线，所有穿过原点的直线都是正比例函数型，斜率不确定啊。所以呢，我从这儿设 k 等于它，然后把它变成去分母 x 乘过来 ，kx 等于 y， 也就是 y 等于 kx， 可以。它就是经过原点的直线，斜率就是 k。我如果不从这儿开始，我就设直线是经过坐标原点的，直接设成正比例函数型，设 y 等于 kx 也可以的
最好呢，既然它是斜率，我就令 k 等于它，区分母一整理，它就是经过原点的直线了。现在呢，这些直线都是跟圆相切的，那我怎么把它的 k 相切的时候，它的这个斜率不是最大值就是最小值，我怎么把这个斜率求出来呢？记住一句话，只要提到直线和圆相切，一定会用到圆心到直线的距离等于半径。这就是经验啊！只要提到直线与圆相切，一定用到圆心到直线的距离恰为半径，一定要用到直线圆心到直线的距离恰为半径，这就是个等式啊。所以呢，我要把它变成一般是 kx 减 y 等于0，谁到它的距离呀？圆心是2到0嘛，连接圆心和切点，这个半径跟切线是垂直的。老师用不用区分它俩呀？不用所有经过原点的直线，我这个方程既代表了它，也代表了它。那老师，那它俩有区别吗？有区别啊。待会儿我求出 k 的值，我一定会求出2个值好了，那我们求一下吧。我要求2到0到这条直线 kx 减 y 等于0的距离，点到直线的距离恰为半径。半径我们是知道的，半径不是等于根号3吗？所以根号3就等于根号下 k 方加1，把2到0往这里一带，2x 的绝对值，2k 的绝对值 ，x 全2，2k 的绝对值，两边一平方，3就等于 k 方加1，上边是4k 方，把它乘过来，3k 方加3等于4k 方，一过去3就等于 k 方，所以 k 它是等于正负根号3。斜率是等于正负根号3，那是不是我这个让我求最大值最小值，我就知道这个 k 它就等于根号3，这个 k 它显然就是负的根号3。那么最大值显然就是正的根号3，最小值显然就是负的根号3。这是让我求最大值和最小值。如果这道题要让我求取值范围，那么我们还要增加一步好，这道题就先这样，下一道题我们再看。好，这道题做完了，我们看下一个题下一个题呢，变了，和刚才不一样了，它是另一个类型了。大家先读题，我擦黑板的这一会儿，同学们就先读题。下一个题呢，已知点 x、y 是圆上的点这个挺好，他说的比较直接，就是点 x、y， 点x、y， 在圆儿给我的是标准方程，让我求圆上的点的横纵坐标的和的最大值和最小值。那显然这个呢，它就不是斜率的形了。斜率的形一定是笔直的形式那么这个怎么办呢？首先我把圆画出来，圆心是2到负3，半径等于1，我要画一下图，1、2、1、2、3，2到负3，半径是1，是这样一个小圆儿，2到负3，半径等于1，这样一个小圆儿。
这个点就在这个圆周上，圆周上的点，横坐标加上纵坐标的最大值，还是像刚才一样，你的纵坐标最大的时候，横坐标未必是最大的。你看这个点，纵坐标最大，横坐标并不是最大的，横坐标最大，它得在这儿。所以到底什么时候最大，什么时候最小？那我怎么办呢？依然是赋予它几何意义。所以我就可以令 x 加 y 等于 m， 那么这个式子就变成了 y 等于负 x 加 m。你要让我求 x 加 y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，我只需要求 m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就够了。那当我把这个式子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，同学们看一看，那你这个 m 它是不是有意义了？它有身份了？它是什么呀？像不像 y 等于 kx 加 b？ 对了，它是什么？它是截距。它是什么的截距呢？它是直线和 y 轴交点的纵坐标，它是直线在 y 轴上的截距。x 一取0 y 不就等于 m 了吗？它是直线和 y 轴交点的纵坐标，它是直线在 y 轴上的截距，所以这个时候我先画一条直线 y 等于负 x，y 等于负 x 呢，它是20象限角分线。现在它跟这个圆是没有关系的，所以我就保持倾斜程度不变，向它移动，靠拢跟它相切的时候，你看这就是我在 y 轴上的截距。m 就在这儿，我再继续移动，我移动到这儿的时候，这个就是我在 y 轴上的截距。这是 m1， 这是 m2， 显然这个是截距的最大值，这个是截距的最小值。谁使得你最大了呢？就是这个点，这对 x y 的值使得 m 最大。这个点，这个切点就使得这个截距 m 最小，这对 x y 的值使得它最小。所以呢，又出现了直线跟圆相切。直线是谁呢？当然就是它了。那么只要提到直线和圆相切，就要用到圆心到直线的距离等于半径。所以我要想求出这个 m 的值，怎么办？圆心是2到-3，它到把它写成一般式，我把它变成这个形式，我是为了分析你这个 m 有什么几何意义。我分析完了之后，当我要求它的时候，圆心到直线的距离等于半径，我依然要把它变成一般式。x 加 y 减 m 等于0，圆心到它的距离又是恰为半径。半径是多少呢？半径是1，所以1就等于根号下 a 方加 b 方1加1，把2到-3带进来，2减3减 m 的绝对值。那么它就变成了，这是根号2就等于负1减 m 的绝对值，就变成 m 加1的绝对值。两边一平方，2就等于 m 方加上 2m 加1，所以呢 m 方加上 2m 减去1等于0。m 就等于2a分之负 b 加减根号下 b 方减去4ac加4加4得8，24，所以它是2分之负2加减2倍根号2，上下都约掉一个2，负1加减根号2。所以最大值是谁呀？最大值 m 的最大值。m 的最大值，也就是 x 加 y 的最大值，它显然是等于负1加根号2。x 加 y 的最小值，它就是负1减根号2。好，这个就是截距的形。代数式我设它等于 m， 然后赋予 m 意义，它具备的这个含义，它就是截距。所以我要求它的最大值和最小值，就是这样的。
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做另一个类型啊。我们上课呀，干嘟嘟的给大家讲各种各样有价值的知识点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看下一个题。下一个题，已知 M 是这个圆上任意的一个点，而且这个并且点 Q， 它的坐标给我了，求 MQ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。好，第一件事儿呢，我当然要把它配成标准的方程。然后呢，立刻就知道圆心和半径，所以 x 方加上 y 方减 4x 减14y 加上45等于0，x 方减去4x 配方加上一次项系数1半2的平方加4，加上 y 方减14y 落下来，加上它的1半是7，1半的平方7 7 49。x 方负4x，y 方负14y，这都是原来的。我给它加了个4，给它加了个49，总共加了53。所以呢，53我加多了多少啊？这是8，所以右边呢它就等于8加多了我减8，给它移到右边，所以右边就等于8。接下来它们仨一组，我就配成了 x 减2的平方加上 y 减7的平方，然后等于8。所以呢，这个圆的圆心就是2逗7，半径的平方等于8，半径2是4，2倍根号2。这个圆呢我就整理完了。整理完了之后，接下来我们看第一个问呢。因为它这个坐标比较大我们画的图就取的坐标就要小一点儿，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地方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大概在这个位置。这是圆心，半径等于2倍根号2 1.4 2.8，显然呢它冒出去了这样一个圆和 y 轴是相交的。点 Q 的坐标是-2逗3，-1、-2、1、2、3，大概在这个位置。这是点 Q， 它的坐标是-2逗3。我现在要求的是什么呀？点 M x y 是圆上的一个点，圆上的一个点和定点 Q 的距离的最大值和最小值。那怎么看呢？点 M 在这儿的时候，我感觉距离有点大。到底在啥位置？那我不能估计。我觉得 M 在这儿的时候跟它的距离挺小的，是最小的时候。但是我不能估计，我不知道这个确切的点应该是什么样的，所以我应该怎么办呢？好，又一个经验来了，只要求圆上的点与圆外定点，或者说就是与定点吧，与某定点的距离的最大、最小值一定转化为圆心到定点的距离加半径就最大，减半径
就最小。所以一定要转化。那么这个什么时候最大，什么时候最小啊？我当然要把圆心跟它连上。最大呢，你就延长一点儿，加半径嘛，这个就是最大的。什么时候最小呢？这个减掉圆心到它的距离，减掉一个半径，它到这儿就是最小的。所以我压根儿不用求这两个点，因为圆心的坐标我知道，圆心的坐标是2到7呀。我只需要求半径，我也知道，我只需要求它们俩之间的距离就可以了。所以圆C这个点叫做 C， 那么 CQ 我要把它的距离求出来，它就等于2减负2， 2加2括号的平方，加上7减3括号的平方，所以它等于2加2是4， 4 4 16，加上7减3 4 4 16，2倍的16，那就是4倍的根号2。所以呢 ，MQ 的最大值我就知道了，它最大就是在 CQ 的基础上加个半径，也就是在4倍根号2的基础上加一个半径。那它最大值就是6倍根号2了。MQ 的最小值，它就是在半径的基础上，在这个 CQ 的基础上减掉一个半径，所以它就等于2倍根号2。所以我们又获得点经验。凡是求圆上的点和某一个定点的距离的最大最小值，一定要转化成圆心到定点的距离，加半径就最大，减半径就最小。这是又一个类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问。在我拆黑板的时候，同学们就赶紧读题，尝试着做一下。下一个点 Q 改动了，点 Q 呢不是负2逗3了，然后呢它是在直线上动了。刚才我们配完方已经知道了，圆心是2逗7，半径是2倍根号2的。好，我还要把这个图再画一下。2逗7大概在这个位置，画出来的圆是这个样的，这是圆C 2逗7。这一条直线呢，4y 等于，我直接令 x 等于0也行。x 等于0 ，y 等于负的1/4，y 要等于0 ，x 等于负的1/3，它的斜率是负的，它的截距也是负的，因为移过去呢就变成负3x 减1了，除以4， y 等于负的3/4x 减1/4，所以 kx 加 b 斜率和截距都是负的，大概是这样的一条直线。很明显呢，这条直线和这个圆它是相离的那么这个时候我这个点 Q 不确定了，我是这条直线上任意的一个点，好多个点，那么其他的条件不变，依然求 MQ 的最小值。这么连一下，这么连一下，这么多点，谁是最小的呢？原来经过点与西向这条直线做垂线，点 Q 就在这儿的时候，点 Q 在好多位置，在其他的位置 CQ 的长度都大，只有西向它做垂线的时候，它是最小的。所以这个最小值是多少呢？它没有最大值，只有最小值。那最小值是多少呢？这道题考你的就是点到直线的距离，也就是2逗7这个点到哪一条直线呢？到 3x 加 4y 加1等于0的距离，点到直线的距离，距离为的吧，它就等于根号下 a 方加 b 方9加16，然后2带到这儿，2×3得6，加上7 4 7 28再加1，所以呢它就等于25，开出来是5，这是29加6 35， 5×7 35，所以它的最小值
就是7。好，这是第二个问，其他条件不变，让我去求它的最值。它这回在一条直线上是个动点，所以是点到直线的距离是最小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看一下第3个问。好，我把这个擦掉，擦完的时候，同学们就赶紧读题。下一个问让我求的是 x 方加 y 方的最大值和最小值。那么 x 方加 y 方它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可不可以令 z 等于 x 方加 y 方呢？要求它的最大值和最小值，就是求 z 的最小值。我要赋予它意义，因为呢，你就是圆轴上的点，我不知道哪一个点的横坐标的平方加纵坐标的平方它是最大的，所以我给它两边开根号根号 z 就等于根号下 x 方加 y 方 ，x 方加 y 方就可以表达成 x 减0的方加上 y 减0的方。你看 x1 减 x2 的方加上 y1 减 y2 的方开根号，这不就是两点间距离吗？所以根号 z 它就有几何意义了，它表示什么呀？它表示圆上的点 mxy 与坐标原点00间的距离。这次他问我的是，这是刚才的那个，我要把它擦掉。现在问我的是圆上的点和坐标原点之间的距离。只要提到圆上的点和某一个定点的距离，一定要把圆心和它连上。那么圆心到原点的距离加上一个半径，它即将就是最大值；减掉一个半径，它就是最小值。所以它既让我求最大值，又让我求最小值，我当然要求它俩之间的距离。所以西欧之间的距离等于2减0的平方加上7减0的平方等于22的4，7 7 49，它应该是等于53，开不出来，就在根号里边。它是根号53。那么我要求的是我现在表示的，我要求根号 z 它的最大值，因为根号 z 表示的是圆上的点和坐标原点的距离，我现在只是求出了圆心和它的距离。那么圆心和它的距离根号53加上半径，半径是2倍根号2，然后得到的是根号 z 的最大值。可是我要求 z 的最大值啊，所以 z 的最大值就等于给它平方53加上8加上4倍的根号下2乘以53，然后最小值呢？根号 z 的最小值，它是根号53减去2倍根号2减去半径，这段距离是最大的，这段距离是最小的。我要求 z 的最小值呢，我就给它平方53，依然加上8减去4倍的53乘以2，53乘以2，23得6，25一10 ，106。我分解子音数，25一10，23得6，7 9 63。53还能不能分解子音数啊？这个数呢，我就不再求了，我已经做到这儿了，这就够了。这是它的最大值，这是它的最小值，剩下呢，大家可以自己做一下就可以了，看看53能被谁整除。好，这道题呢，我们又做完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到现在呀，总结一下，有的时候呢，它是让我求比值的式子的最值，我要转化成斜率；有的时候呢，它让我求横纵坐标的和或差都可以的或者它有点变化，求2x 减3y
它的最大值、最小值也可以。只要是和或差的形式，我们就转化成截距。凡是这种带平方的形式，那么就转化成两点间的距离。还要记住只要求圆上的点与某个定点的距离的最大最小值，一定要转化成圆心到这个定点的距离加半径减半径。只要提到直线和圆相切，那么我们就圆心到直线的距离恰好等于半径。好，这个就是我讲的几个类型题。这节课呢，我们最后再做一道题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要讲下一个专题了。好，赶紧看黑板上的这个题。下面的这个题是这样的。设点 P 是这条曲线，显然它是个圆是圆上的任意的一个点。然后呢，这个圆的圆心是0豆腐式，半径是等于2的。我迅速的画一下，0负1负2负3负4，0豆腐式，半径是等于2，所以我画出来的是这样的一个圆。点 P 是这个圆周上任意的一个点。那么这个式子表达的是什么呢？它的几何意义，它是具有几何意义的。它表示是这个圆上的点，我就不写了也就是点 P 与谁的距离呢？与1豆1间的距离。1豆1是个定点，是这样的一个点。与它的距离，圆上的点与一个定点的距离转化成啥呀？我给这个定点取个名字吧，把它叫 Q 吧。那当然是要连接圆心啦，这是圆叫圆 M 吧，圆心我用 M 来表示。所以圆上的一个点和这个定点的距离，就是它和圆心之间的距离。我先把 QM 求出来，它等于根号下1减0括号的平方。那就是1的平方加上1减负4，1加4 5的平方，25，所以它等于根号26。那么我要求距离的这个代数是距离的最大值，就是加上一个半径，最大值就等于根号26加上半径，半径等于2。求最小值，根号26减掉一个半径。好，今天呢，我给大家讲了非常重要的跟圆有关的求最值的问题，给大家讲了3大类型：斜率的、截距的和两点间距离的。下节课呢，我们继续学习与圆有关的最值，我们讲完了。下节课我要给大家讲塑形结合的技巧。